很多朋友都知道宇宙在膨脹，但是呢，却几乎沒有人知道宇宙為什麼會膨脹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現代宇宙學最大的謎團：宇宙為什麼會膨脹？看看我說的有沒有道理啊？我們先從一個幾乎所有人都會產生的誤解開始。很多人一聽到宇宙大爆炸，腦海裡都會出現一幅畫面：一個巨大的火球在黑暗的宇宙中猛烈爆炸，碎片飛向四面八方。如果你也是這麼想的，那今天可能要刷新一下認知了，因為科學家認為，宇宙大爆炸並不是東西在空間裡炸開，而是空間本身開始擴張。這兩個說法看起來只差幾個字，實際上卻完全不是一回事兒。舉個例子，假設你正在烤一塊葡萄乾麵包，麵團在發酵的時候會不斷膨脹，鑲嵌在裡面的葡萄乾並沒有主動移動，但它們之間的距離卻越來越遠。為什麼？因为真正變大的是麵團，宇宙也是一樣。那些遠離我們的星系，並不是都在朝着某個方向飛行，更準確地說，是它們之間的空間正在不斷變大。換句話說，真正發生變化的不是星系，而是時空本身。那麼，一個新的問題來了：空間為什麼會變大呢？20世紀初，人類一直認為宇宙應該是靜止的。就連愛因斯坦老爺子在建立廣義相對論時，也默認宇宙不會整體變化，甚至專門在方程裡加入了一個項，讓宇宙保持靜態。可沒過多久，天文學家哈勃觀測到一個驚人的事實：幾乎所有遙遠星系都在遠離我們，而且越遠，退行速度越快。這並不是因為地球位於宇宙中心，如果你站到任何一個星系裡去看，都會得到幾乎一樣的結論。也就是說，整個宇宙都在膨脹。後來，人們把這個規律稱為哈勃定律，這是現代宇宙學最重要的觀測基礎之一。到這裡，一切似乎都很順利。我們知道宇宙在膨脹，知道它已經膨脹了大約138億年，甚至還能測出膨脹速度。但真正尷尬的是，科學家仍然不知道宇宙為什麼要膨脹。這裡一定要區分兩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是，宇宙是否正在膨脹？答案幾乎可以確定。第二個問題是，宇宙為什麼會膨脹？答案是目前沒有公認結論，這也是現代物理學最前沿的問題之一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1998年，人類又發現了一件更加離譜的事情。原本大家以為宇宙中的物質會通過引力互相吸引，所以膨脹速度應該越來越慢。結果觀測卻發現，宇宙不僅沒有減速，反而在加速膨脹。就好像你把一個球拋出去，本來它應該越飛越慢，可它卻越飛越快。是誰在不斷給它加速呢？為了描述這種現象，科學家提出了一個今天幾乎家喻戶曉的名字——暗能量。注意，我這裡用的是描述，而不是發現，因為很多人誤以為暗能量已經被找到了。其實並沒有，暗能量更像一個標籤或者一個名詞，它真正表達的意思是，一定存在某種我們還不知道的機制，讓宇宙越來越快的膨脹。至於它究竟是什麼，沒有人知道。目前的宇宙學模型認為，暗能量大約佔整個宇宙總能量密度的 68%， 也就是說，宇宙裡佔比最大的組成部分，我們至今不知道它是什麼。聽起來是不是有點魔幻？那麼，暗能量會不會是真空本身？這也是很多物理學家關注的方向。我們平時理解的真空是空無一物，但量子物理告訴我們，真空並不平靜，它像一片不斷翻湧的海面，微觀層面充滿各種量子漲落，粒子和反粒子會不斷出現，又迅速湮滅。因此，有科學家提出，真空本身可能具有一種固有能量。如果這種能量均匀存在於整個宇宙，它就可能表現出一種讓空間不斷伸展的效應。聽起來很合理，對吧？可問題又來了，按照理論計算得到的真空能量，竟然比宇宙實際觀測到的大了約10的120次方倍。這是理論物理中最著名的矛盾之一。如果理論值是對的，今天的宇宙根本不可能形成星系、恆星，更不用說生命。所以科學家只能承認我們的理論還缺了一塊。還有另一種思路，會不會我們理解引力的方式本身就不完整？歷史上，牛頓的引力理論曾經被認為放之四海而皆準。後來，愛因斯坦用廣義相對論告訴我們，引力並不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力，而是時空彎曲的表現。那麼，
在整個宇宙的尺度上，引力會不會還有我們沒有發現的新規律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麼今天所謂的暗能量也許根本不存在，只是我们用現有理論解釋不了宇宙的行為。目前已經有不少修正引力理論試圖解釋宇宙加速膨脹，但它們都還缺少足夠的觀測證據，因此還不能取代現有模型。說到這裡，我想提出一個完全屬於思想實驗的問題，請注意，下面不是科學結論，而是一種幫助思考的假設。我們一直認為是宇宙在變大，有沒有一種可能，真正變化的並不是宇宙，而是我們測量宇宙的尺度？就像一把尺子，如果它自己也在緩慢变長，而你並不知道，那麼你測量出的世界會不會看起來像是在不斷縮小或擴大？當然，以目前的觀測來看，這種設想並不能解釋我們已經看到的各種宇宙學證據，因此並不是主流理論。但它提醒我們一件事兒，有時候一個問題之所以難，不一定是因為答案太複雜，而是因為我們提問的方式可能就錯了。最後，再留下一個比宇宙為什麼會膨脹更大的問題：如果時間倒流，所有星系都會越來越近，整個宇宙會回到一個極端高溫、高密度的早期狀態。那麼，在那之前呢？是誰按下了宇宙膨脹的開始鍵？是一次量子漲落？是真空的不穩定？還是我們的宇宙只是一個更大宇宙中的一部分？沒有人知道。直到今天，科學家能夠精確預測宇宙如何演化，卻依然無法回答它為什麼會開始。也許這正是科學最迷人的地方，它不是把所有問題都回答了，而是在每找到一個答案之後，又打開了10個新的問題。那麼，我也把這個問題留給屏幕前的你。如果有一天人類真的找到了宇宙膨脹的根本原因，你覺得會發生什麼？ A. 暗能量最終會被證實存在。 B. 愛因斯坦的理論需要被修正。 C. 宇宙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世界。 D. 你有自己的猜想。歡迎把你的想法留在評論區，我們一起討論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